你爷爷是华夏武术，你太奶是全国首富，就连你七大姑八大姨都是各行各业的潮流。可这样悲喜冲天的人，却在订婚典礼上被未婚妻当众退婚，说嫁给狗都不嫁给你。接着转身就投入绿茶男主的怀抱。可就在所有人准备看你笑话时，你却不怒反笑。叶家侍卫何在？下一秒，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响起，为首的是一名八品武者，名叫叶武。少主有何吩咐？你眼中没有丝毫表情，看着眼前两人，杀了他们。闻言，气运之子萧凡当即被吓了一跳，但是柳如雪却一丝害怕的样子都没有。反而非常生气，小叶，你不是说爱我吗？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爱？此话一出，正准备冲向前的叶武迟疑了一下，他可是知道柳如雪在你心中的地位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柳如雪的话对你来说就是圣旨，所以他不敢确定你是真的要杀了这两人，还是只是吓一吓这两人。看到叶武的迟疑，柳如雪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，接着他再次开口：小叶，我对你真的是太失望了，原来你口中的爱是如此的自私，真正的爱不应该希望对方过得幸福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幸福，你应该祝福我才对，而不是在这里吓唬我。听到这番话，你冷笑一声，之前喜欢你是我小叶个人的事情，但今天是整个叶家的事情，今天你对我叶家的侮辱，只能用鲜血洗刷干净。柳如雪被你冰冷的话吓了一跳，失神的向后退了一步。这时萧凡挡在他面前，指着你怒道：小叶，你依仗家族的力量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你和我1对1单挑，如果我赢了就让我带着如雪。你讥讽地看了萧凡一眼，嘴里吐出一句优雅的字：傻波一。萧凡顿时被气得大怒，你。与此同时，柳如雪的父亲柳仲也站了出来，看着你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，那个小叶，今天这件事都是我叫你无方导致的，不如让我们先回去，我们随后就把婚书退回，你看如何？其实我也很想让如雪嫁给我，但就如如雪所说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们会对此事道歉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破坏我们两家的感情。你用淡漠的眼神看向了柳仲，这个老壁灯，他明知道柳如雪和萧凡背着自己的脸，但是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叶家的资源，硬是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。但你现在懒得搭理他，转头看向了侍卫们，你们去把柳家所有人都控制起来，胆敢反抗，杀无赦。是少主。下一秒，侍卫们就像是饿狼一样扑向柳家众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一个臭侍卫竟然也敢碰我？你信不信我把你手剁了？这是一个20多岁的男主，一边怒吼，一边还想要对侍卫们出手，结果下一秒就被侍卫队副队长一巴掌把脑袋拍碎。见这一幕，柳仲脑子瞬间一片空白。怎么会这样？按道理说，小叶可是非常宠爱柳如雪的，不管什么是什么要求都会答应。可如今怎么会这样？而这一切只因你意外穿越成小说里的舔狗反派。身为顶尖家族的少主，却对绿茶女主死心塌地，为了追求女主败光了家族几百亿资产，结果男主一个笑容就把女主给勾走。两人联合把原主搞到家破人亡。虽然原主后来幡然醒悟，拿着刀想去打了男主，可结果却被男女主合力杀死，最终连一丝血脉都没有留下。如今你穿越而来，断然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柳如雪看到被拍死的年轻人，突然大喊一声：小叶，你竟然敢让人杀我堂弟！你现在立刻去把那个侍卫给杀了，然后给我爸跪下来道歉，不然我就跟你绝交，这辈子都不会再见。话音刚落，那些侍卫们都愣了一下，然而看向了你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。之前就有一个侍卫因为看不惯柳如雪堂弟问你真是说了我，谁知道柳如雪告状，你当即就打断了侍卫的腿。此刻柳如雪一脸高傲地看着你，这么多年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拿捏住了，只要说出绝交这2个字，不管多么苛刻的条件，你都会立刻答应。柳仲的表情也舒缓过来，然而面对着他们的目光，你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。哈哈，柳如雪，你真是分不清大小王啊！你知道吗？你在我眼里跟一条狗没什么区别。我开心了是可以容忍你的小性子陪你玩玩，但是你要是妄想蹬鼻子上来，那就只有宰了你。说完，你看向侍卫队，继续不许停下来。侍卫们闻言瞬间振奋，大喊一声，继续对柳家动手。台下的老妈看到你的处理方式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，这才是叶家少主应该有的气度。你又看向了一边愣神的叶武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杀了这对狗男女？记住让他们死得痛苦一点。叶武立马回过神，大吼一声：是少主！下一秒，一个方圆3米的金色大手掌突然出现在萧凡和柳如雪的后面，马上就要将2人拍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传来：住手！紧接着一道锋利的剑气猛然击出，直接把叶武的手掌给射爆。萧凡2人身上的压力顿时消失，他看向了出手之人，脸上浮现出一丝惊喜。师傅，出手之人乃是京都武道学院副院长高伟，也是萧凡现阶段的师傅，拥有半圣的实力。你看着高伟，心里冷笑不已。老东西，你总算出手了。在剧情里，高伟可以说是前期萧凡最重要的助力。身为京都武道学院副院长的他，给萧凡提供了很多的资源、功法和庇护，尤其是这次订婚宴上，叶家原本是有实力把男女主全都杀掉，但是却被高伟拦了下来，并且强行带走萧凡和柳家一群人。虽然你知道高伟想要做什么，但还是要装模作样的说2句。高副院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高伟回道：小叶啊，今天的事情的确是他们做的不对，但他们都是学生，做事难免冲突，可你却要杀了他们，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你声音冷冽。高副院长，柳如雪今天让叶家颜面扫地，成为整个京城的笑话，你觉得这件事用冲动能解释吗？这件事的确是让叶家难做，但是柳家主已经说了回去会教训柳如雪，同时学院也会对萧凡进行处分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听见这番话，萧凡和柳家的人眼中都露出了希望。然而下一秒，你的声音响起：不可以，没有人可以踩了我叶家的脸还能全身而退，不管是谁。闻言，高伟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所以说你今天是不打算给我面子？没错，你的面子就是我的鞋垫子，他们今天必须死。听见这话，高伟当即冷哼一声，身上释放出属于半圣强者的气势。如果我非要带他们走了，你毫不退让，那你可以试试看。叶武杀了那对狗男女，遵命少主。叶武大吼一声，然后拔出长刀向2人冲了过去。萧凡被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惊慌的喊着：师傅救我！眼看萧凡就要被砍死，高伟急忙伸出手，一个紫色的大手一猛地出现在叶武身边，叶武的身体猛地飞了出去，随后倒在了地上，然后吐出一口鲜血。随后高伟又挥手把一众侍卫砍成重伤。做完这些后，他对萧凡和柳如雪怒吼道：
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？两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快速逃去，但你却并未阻止，而是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。很快电话就被接通，里面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：哈哈哈，叶子，你怎么现在给我打电话？你的订婚宴结束，可惜我跟你爹他们要在这里正式，不得轻易离开，只能等你正式大婚那一天回去。闻言，你声音委屈道：爷爷，我被人欺负。叶启的声音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。怎么回事，叶子？你告诉爷爷，爷爷给你做主。你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，最后总结道：那个高伟就是欺负您和我爸还有二叔不在，才敢踩我们叶家的脸。叶启听完后暴怒无比，该死的混账！我们不在京都就敢欺负我叶家是？叶子，这件事你想怎么做？爷爷无条件支持你。叶启把这件事的处理权又交给了，这也是作为对下一任家主的考虑。你眼眸中闪烁出一丝寒光，胆敢侮辱我叶家的人必须的死。爷爷，我想让二叔带领一队家族精锐回来。好，我这就让你二叔回去，1个小时内肯定的。闻言，你嘴角微微翘起，男女主是吧？高伟是吧？这次看你们怎么死。就这样1个小时后，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你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穿战甲的男子出现在面前，在他身后还有数名手持兵器的精锐武者，正是你的二叔叶战。你和他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。暴脾气的叶战当即就要去血洗柳家，可还没出门，大舅子云朗也带人来了，是那个王八蛋敢欺负我外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柳如雪和萧凡两人则是腻腻歪歪小动作。柳仲眉头紧锁，一脸愁容的叹了口气。见状，柳如雪有点不满：爸，你在这里叹什么气？柳仲瞪了他一眼：你说呢？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小叶退婚，他们叶家肯定是要打压我们柳家的。身为家主，他心里清楚，这些年是靠叶家才把他们柳家带到了不属于他们的高度。现在没有了叶家的支持，柳家以后该何去何从啊？闻言，柳如烟撇了撇嘴：这有什么的？回头我跟小叶说一声，让他继续支持我们柳家不就行了？这时，柳仲想到今天订婚宴发生的事，心里有点忐忑。我说如雪啊，你觉得小叶还能继续支持我们？柳如雪一脸骄傲说道：那肯定的，我不仅要他继续资助我们柳家，还要他来我们柳家下跪道歉。竟然敢杀我堂弟，如果不拿出态度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。直到现在，柳如雪都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甜筒，只要他态度强硬一点，你就不会追究这件事。柳仲也觉得这些年你对他女儿的态度，一颗心也放下了大半。随后看下萧凡，小凡啊，我们这次可是把全家都压在你身上，你可要好好努力，不要辜负我跟如雪啊。萧凡一脸得意的说道：柳叔叔放心，我将来成为武圣，甚至是武神，到时候帮助柳家成为国内最大的家族。闻言，柳仲顿时哈哈大笑：好，那我们就等着你。就在三人相谈甚欢时，厨房的门被推开，管家惊慌失措的跑进来：家主，大事不好，叶家的人杀上门了，您快去看。管家话没说完，就见一把战刀直接从他头的对穿，哎，这是一个叶家的8品武者。他拔出长刀，然后冷冷的看着书房里的3人：柳仲、柳如雪，少主有请。柳仲被眼前的情况吓得脸上苍白，而柳如雪则站了出来，怒吼道：混蛋，你竟然敢在我们柳家杀人，给我跪下！说完，他走上前，抬手就要抽这名武者左肩。武者瞬间迸射出无尽的杀气，柳如雪那升到半空中的手一下就停住，浑身开始颤抖。萧凡见状也是被吓了一跳，8品武者，叶家怎么可能还有8品武者？据他所知，叶家几乎所有的8品武者都被带上战场了。武者没有丝毫感情的看了他们一眼，要么走，要么死。柳仲急忙道：我们走就是了。就这样，不久后，柳如雪等人被带到了前院，大堂正中间摆着一张椅子，里面无表情的坐在那里，在你面前则是一个40岁衣着华丽的贵妇，正在对你大呼小叫：小叶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竟然敢如此对我！我奉劝你赶紧把我们放了，再对我们进行赔偿，不然的话，这辈子我都不会让如雪原谅你。女子是柳如雪的母亲颜真巧，她可没有少在柳如雪背后支招，教她如何拿捏你、测试你。所以你对柳如雪的在意程度，她可能比柳如雪本人更加清楚。可她不知道，今天的你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甜筒。你冷冷的瞥了她一眼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！闻言，颜真巧瞬间大怒：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说着，他就举起巴掌往你脸上打。然而你就像是一座雕像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只是冷冷的看着他。在颜真巧的手距离你还有不到10公分的时候，只听叶战一声冷哼，颜真巧就像是被车撞了一样，瞬间倒飞。我操！这时你看下了一边的叶家武者，刚才他准备用哪只手打我，就把那条手臂给砍了。是少主。武者答应一声，3两不同，举起手里的刀，一刀。噗嗤一声，一条手臂掉在了地上。颜真巧疼的发出了一声嘶吼，然后眼睛一翻晕了过去。见状，柳如雪大喊一声，急忙跑了过去，接着冲着你嘶吼：小叶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妈？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用最好的药物把我妈的手臂接上去，然后把这个侍卫杀了，你自己再给我妈磕100个响头赔礼。话音刚落，你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扇了过去。贱人，谁给你的勇气这样跟我说话？见这一幕，不远处的萧凡急忙冲了过来：如雪，你怎么样？柳如雪也被你一巴掌抽得有点猛，反应过来后，她冲着你尖锐的吼：小叶，你竟然敢打我，你完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。萧凡一双狗眼狠狠地瞪着你：小叶，你竟然敢对女人出手，算什么男人？有本事跟我单挑，你输了就带着你们叶家的人离开。你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萧凡。萧凡，你家里人是不是都死了？不然的话，整天喊着1对1单挑。闻言，萧凡瞬间大怒：小子，你竟然敢侮辱我，我要跟你决一死战！话音刚落，他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强横的劲气，凶猛地向你冲了过来。你眼神中满是轻蔑。就在萧凡经过叶战身边时，叶战眼睛一闭，萧凡瞬间就感觉像是有一座山直接砸在身上，原本前凸的身子一下子狠狠摔在地上，全身的骨头多处断裂，就连内脏都受到了创伤。接着你走到萧凡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：萧凡是吧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立刻把高伟给我叫过来，不然的话我废了你。萧凡此时的嘴巴依然很硬，他恶狠狠地看着你：小叶，你一个只会依靠家族的20岁，我是不可能向你屈服的。哦，是吗？你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，希望你待会也能这么硬气。说完，你看向了刚才把柳家带过来的叶家武者：叶旷，你去一趟萧凡老家，把他父母和妹妹请过来。是少主。叶旷转身大步向外面走去。听见这话，萧凡心里一下子就惊慌了起来：我打就是了。然而你却冷哼一声完。
说完，你一脚踩在萧凡的脑袋上，萧凡的脸紧密的跟地面贴在一起，似乎要爆炸。见这一幕，柳如雪身上突然来了一股力量，她站了起来，大喊道：“小叶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道歉，并且带着你的人离开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两个只能是陌生人。”你看着狼狈的柳如雪，冷笑一声：“你这个威胁都跟我说了多少遍？”柳如雪一愣，心里出现一丝不好的预感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看向叶家的武者。从现在开始，每过1分钟就杀掉柳家10个人，直到柳家的人全部杀光为止。听到你的吩咐，如狼似虎的叶家武者立刻就从人群中拉出10个人。这些人都被吓坏了，嘴里大喊：“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”但叶家的武者可不跟他说这么多，直接一脚把人给踹得跪在地上，然后看着时间。这时柳如雪终于察觉到你是要来真的，于是急忙来到你身边：“小叶，你不就想要我嫁给你？我嫁给你就是了，只要你放过我的家人，还有萧凡哥哥，我今天就能成为你的女人。”看着他那不情不愿的样子，你心里升起一团火，再次抬起手，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，差点把柳如雪的头都打飞了。他怔怔地看着你：“小叶，我都答应嫁给你了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你说嫁给我，我就一定要接受你。”你眼眸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，你以为你一个残花败柳配进入我叶家的女人？听到你的话，柳如雪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不可能，这件事他隐藏得很好。小叶是怎么知道这件事？你看着柳家众人眸子中杀意升腾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柳家今天一个人都别想活下来。这件事你们也别怪我，要怪就怪柳如雪，她早就跟萧凡裹过床单，却一直瞒着我，还问我叶家要各种资源补贴你们柳家。所以不管是哪一点，你们柳家都要死。话音落下，柳忠一脸震惊难以置信地看着柳如雪，这件事他从来都不知道，他只知道2人在谈恋爱，没想到2人会滚床单案，柳家真的要完蛋了。这时你看了看手表，冷冷的1分钟到了，动手！那些个柳家的人瞬间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哭喊着说不要杀我。然而叶家的武者就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，一刀就把这些家伙给砍死。随后他们又强行带出来几人，等着1分钟过。柳如雪此时已经失去了所有骄傲，她抱着你的大腿说道：“小叶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的族人，以后你想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你能放过他。”一脚把他踹到了一边，你没有任何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被踹倒在地上的柳如雪愣了一下，然后忍不住痛哭起来。她现在后悔了，十分的后悔。可就在这时，颜真巧从昏迷中醒来，立马感觉到肩膀处传来一阵剧痛。小叶，你这个小畜生，竟然敢让人砍我手臂！我要打断你的腿，我要让如雪彻底离开你！柳如雪被自己的母亲给吓得浑身一哆嗦，急忙道：“妈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”可颜真巧像是疯了一样，对着柳如雪怒斥道：“你求他一个舔狗干什么？这次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以后敢骑在我们头上拉屎！”闻言，柳如雪痛苦的闭上眼。而你则走到颜真巧面前，直接抬脚踢在了她的嘴上。接着你悠悠说道：“颜真巧，你之前可是传授给了柳如雪不爽的御夫之术，可以说今天的局面有一半都是你造成的。另外，我之前送到柳家的东西，你也没有少往你娘家送来。既然这样，说到这，你眼神猛地一变，来人，去把颜真巧的娘家人都给我请过来，一个都不许少。”颜真巧脸上满是惊恐，不断的对你嘶吼着什么，但你根本没有心情听，而是拿出了手机拨打了高伟的电话。电话很快就被接通。小叶，你不在家处理你们的家事，给我打电话干嘛？闻言，你呵呵一笑，高伟，你可真是伪君子。你在叶家的时候威风八面，过后就跑了。高伟瞬间就怒了，小叶，你小心点说话，不然我现在完全可以返回去揍你一顿。然而你却浑然不惧，怎么伪君子生气了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来找我吧。我现在在柳家，柳家的人已经快被我杀光了。哦对了，还有你那得意的弟子萧凡，也快被打死了。高伟一下子就被你激怒了，怒吼：“小叶，萧凡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今天废了你，那你可要快点，不然他们就真的死了。”你大笑着挂掉了电话。电话那头，高伟一脸误会的电话，脸色阴狠道：“小叶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说完就准备前去找你。京城武道学院院长江明清就推门闯了进来，大声道：“老高，叶家老二回来了。”他话说一半就停下，因为他发现这里没有人。他一边拿起手机打电话，一边赶忙追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柳家这边已经砍了50个人。此时你来到柳如雪身边，看到了吗？这些人都是因为你而死。柳如雪此时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，浑身颤抖的哀求道：“小叶，求求你放过他们吧，你让我做什么都答应。”闻言，你嘴角出现一丝魔鬼般的笑容。那好啊，你去杀了萧凡，我就可以放过你的家人。柳如雪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，似乎是有点不敢相信。见状，你脸立刻就沉了下去。怎么你不愿意？看来刚才你是在骗我。随后你看向叶家武者，动手。叶家武者毫不犹豫朝着柳家人捅去。接着你转身看向了还活着的柳家人，叹气：“本来是想放你们一马，但是没想到柳如雪宁愿让你们去死，也不愿意让她的情郎去死。你们要怪的话就怪他吧。”你的话音刚落，柳仲就站了出来，冲在柳如雪吼道：“柳如雪，你是想让我们都死了才开心吗？”另一个柳家族人也骂道：“贱人，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，你想跟谁在一起我们不管你，但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给你的狗屁爱情呢？”“不，我没有。”柳如雪慌张道：“我没有想要让你们死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杀了萧凡？”柳仲眼睛都红了。这时你在一边轻轻地鼓起了掌，感叹道：“真是令人羡慕的爱情啊！宁愿让自己的全家去死，都不愿意让情郎去死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好请柳仲先生去死。”你的声音瞬间变冷，把柳虫压下去，1分钟后处死。柳仲吓得面色如土，差点尿了出来。他对着柳如雪咆哮道：“柳如雪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为了一个只认识不到1年的臭小子，就要抛弃你爸的生命是吧？”“不，我没有。”柳如雪哭得就像是泪人。“那你就去杀了萧凡。”柳仲再次怒吼道。柳如雪再次看向萧凡，咬了咬牙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决然。他缓缓地向萧凡移动了过去。看到柳如雪的动作，萧凡也慌了，他急忙大声道：“如雪，你不要被小叶给骗了。即便你杀了我，他也不会放过柳叔叔。”然而柳如雪嘴里不断念叨对不起，哪怕是有一丝的可能性，我也要救我的爸爸，所以去死吧。说完，他脸上出现一丝狰狞的表情，把刀举过头顶，对着萧凡狠狠地刺了下去。萧凡目眦尽裂，嘴里发出不甘的嘶吼声。可就在刀子即将落在他身上时，突然一个充满杀气的声音传来：“找死！”接着一道强烈阴芒如同闪电一样击中柳如雪的肩膀，
柳如雪闷哼一声，整个人像是翻倒在地上。随后只见一个人影闪过出现在萧凡的身边，正是高伟。原本以为必死无疑的萧凡看到高伟的出现，脸上出现了一丝兴奋。师傅你来了。高伟点了点头。先是拿出疗伤丹药放进萧凡嘴里，然后眼眸冰冷的看着小凡，你先去一边，看我如何废了小叶。柳如雪看到高伟也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，急忙大喊道：高院长快点杀了小叶！不仅是他，就连柳家的人都感觉自己看到了曙光，一个个大喊道：高院长你来的正好啊，小叶这根本就不是人啊，你一定要给我们报仇啊！见这一幕你只觉得很好笑，白眼狼就是白眼狼，本性是不会变的。这时高伟冷冷道：小叶真是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心肠竟然如此歹毒，我今天一定要废了你，省得你以后还要去祸害别人。说完，他缓缓的抬手，紫色光芒凝聚。见状，柳如雪和萧凡脸上出现一丝兴奋，快动手，最好直接杀了小叶这个家伙。然而就在高伟准备动手之时，一道凌厉的杀气锁定了他。高伟，你手指头敢动一下，今天就得死在这儿。高伟被这道杀气吓了一跳，当即停手，看向叶战，你是谁？闻言，叶战脸上浮现出一丝狞笑，看来我在边关待太久了，京城里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叶战。什么？高伟大叫一声，整个人后退了2步。你就是叶家当代家主的弟弟武圣叶战。武圣。萧凡也被高伟的话给吓到了，他瞪大了眼睛，死死盯着叶战。刚才他一直以为叶战只是一个高级一点的侍卫首领，没想到竟然会是武圣。顿时他整个人懵了，完了，高伟只是半步武圣，根本就不可能是叶战的对手啊！跟萧凡有同样反应的还有柳家的人。柳如雪听到武圣这2个字，只觉得脑子里像炸开了一样。柳仲则是干脆双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不过今天给他们的惊喜可不仅仅是叶战一人。此时云朗也出现在了众人眼前，我还以为敢欺负我外甥的人是什么英雄好汉呢，结果是个小瘪三啊！就在此时，你看着高伟脸色发白，轻笑一声：高副院长，你不是说要废了我，怎么还不动手？闻言，高伟很想噎死你，但是他不敢，只能咬咬牙开口：叶战、云朗，你们2个擅离职守，我一定会举报你们的。叶战不屑地笑了笑，别在这里跟我扯皮，老子就问你，你敢踩我叶家的脸面，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吗？高伟的拳头紧握，咬牙道：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行为侮辱了你们，那我可以负荆请罪上门道歉，这总行了吧？叶战没有回答，只是看了看。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他们没想到你在叶家的地位这么高，堂堂一介武圣竟然都要听你的。与此同时，你看向高伟，冷冷开口：你之所以如此执着的要杀死高伟，是因为他是剧情中萧凡前期的最大的帮手，没有之一。而且在中后期叶家被扳倒的时候，这家伙也没有少图利，你记得清清楚楚。叶战的死就跟这家伙有关系，所以你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家伙？此时高伟终于心里出现一丝惊惧，不，你不能杀我，如果动我，你们叶家也别想好。你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傻波一。叶战则是哈哈大笑起来，随即他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着高伟，姓高的给爷死了。说完，他怒喝一声，猛地伸出右手，只见一个黑色的巨大手掌突然出现在高伟头上，狠狠地向他拍了下来，正是叶家的绝学之一大天魔掌。高伟见状想要挥拳反击，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。大天魔掌轻松拍碎他的拳头，然后狠狠地拍在他的身上。高伟当即吐出一口毛血，整个人都被拍翻在了地上。叶战冷哼一声，上前一步，抬起拳头准备进行最后一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2个声音：住手！接着只见一道凌厉的杀气向叶战轰炸，杀气撕裂了空间，眨眼间就来到了叶战面前。叶战没有办法，只能放弃一拳打死高伟的然后闪身躲过去。此时叶战瞬间大怒，是谁敢偷袭我？是我！京都武道学院院长江明清手里提着一把宝剑进了院子，他身后还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子，是一名8品武者。看到这2人，你心情瞬间就不好，冷冷开口问道：二位是想跟我叶家为敌不成？话落，叶家的武者纷纷拔出兵器，眼神冰冷地注视这2人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冲向这2人，把他们撕成碎片。见状，江明清急忙道：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要与谁为敌，我只是想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件事。高伟他们如果有错，那也应该是有法律惩罚，而不是你们这样做是动用私刑，是违法的。你冷漠地看着江明清，他这时明摆着要拉偏架。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来的话，高伟、萧凡还有柳如雪他们根本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触犯法律。更何况如果真的走法律，乃至会让叶家被其他大家族耻笑，因为大家族出了事情是从来不通过法律来解决的。讲到这里，你的声音中也带着一丝怒气。江明清，如果你们现在走，我还能给你们一点面子；如果你们不走的话，那就别怪我把你们的脸也丢在地上踩。听到你的威胁，江明清也是愤怒无比。小叶，亏你还是京都武道大学的学生，难道你就是这么对待师长的？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包庇他们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。你冷笑一声，二叔舅舅动手了。叶战早就不耐烦了，此时听到你的话，大吼一声：江明清，老子宰了你！他手里战刀如同一道闪电，向江明清杀了过去。云朗也不闲着，直接向高伟进攻了过去。现场也只有他们2个半步武圣。见叶战和云朗都离开了，万成似乎有了一丝底气，他看着你冷冷的：小叶，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把现场的人给放了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看着他那愚蠢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真是个蠢货，小子你竟敢蔑视我，看我今天不把你拿下！说完，他猛地向你冲了过去。他的想法很好，只要能控制你，就能逼迫叶战和云朗同意他们的条件。可就在万成距离你不到3米时，叶家和云家各自冲出来一个人，他们手里拿着兵器，将手臂狠狠地砍了下去。只见刀光闪过，万成的2条手臂都掉在了地上，疼得他在地上不断嚎叫。这时你看着愣着的萧凡和柳如雪，刚才柳如雪没有杀死萧凡，那么就送柳仲先生上路吧。叶家武者答应一声，上前一把揪住了柳仲。柳仲回过神来，不断的嘶吼：不要，叶大哥，你是我亲哥哥，放过我，求求你！如雪，你快求求叶少！柳如雪再次抱着你的大腿哭喊：小叶，求求你不要杀我爸爸，一脚把他踹开！我刚才给了你2次机会让你杀了萧凡，你都没有动手，我不会再给你第3次机会。动手！话音刚落，一个武者猛地举起一刀就砍在了柳仲的脖颈上。柳如雪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，然后直接晕了过去。萧凡想要上前查看柳如雪的情况，
但是却被一脚踩在了脑袋上。萧凡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逞英雄的后果。萧凡此时已经麻木了，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叶家是多么可怕的存在。这是一个连国家都要给他们让道的家族，而自己却惹了这么一个庞大家族，甚至还羞辱了他们。一股空前绝后的恐慌从他心里出现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流了出来。可你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对叶家武者道：除了柳如雪和颜真巧外，柳家和颜家的人全部都杀了。对了，别忘了把柳如雪弄醒。话落，两个叶家武者走到柳如雪身边，这时柳如雪从昏迷中醒来，动手了。叶家武者们纷纷举起了屠刀，对准柳家和颜家的人就是一阵狂打。柳如雪再次发出一声尖叫：小叶，你这个畜生魔鬼，你会下地狱的！闻言，你一阵冷笑：下地狱又如何？就算到了地狱，我也是王者。很快，柳家和颜家的人被屠杀殆尽，柳如雪也失去了全部力气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又哭又笑的处于崩溃的边缘。这时，你走到他身边，掐着他的脖子，慢悠悠道：柳如雪，我现在要去杀死你的母亲。柳如雪顿时浑身一个激灵，她张开口，嘶哑开口：不要，求求你放过我妈妈，求求你了！你冷笑一声，松开手，然后看向萧凡。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萧凡的父母和妹妹怎么还没有来？话音刚落，前去捉拿萧凡家人的两个武者。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一对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夫妇，以及一个17、18岁、长相清秀脱俗的少女。看到自己家人的那一刻，萧凡的眼睛顿时红了。小叶，你这个畜生！此时三人进到院长里，萧凡母亲战战兢兢地说着：这位公子，我儿子到底做了什么呀？让你这么对待他？你看着柳如雪大吼：贱人，你自己来说！记住，说实话，但凡有一句假话，我一片一片割了你！柳如雪顿时浑身颤抖起来，她看向萧凡，眼睛里浮现出浓重的恨意，然后对着萧凡家人怒吼道：他骗了我！他骗了我的身子！萧家三人顿时懵了，他们齐齐把目光看向萧凡，脸上满是不可思议。他们不相信萧凡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柳如雪依旧在咯咯笑着。1年前我去你们的城市谈事情，结果被你们的儿子趁虚而入骗了我的身子。你胡说！萧凡瞬间急了眼，他不允许自己在父母眼中的好形象被破坏。明明是我为了救你才发生那种事情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给羞辱。你放屁！当时我已经说了我的信息，如果你能把我送回家族，你觉得他们没有办法救我？就算是柳家没有办法救我，那里还有叶家的事，难道他们也没有办法救我？萧凡还想要反驳，但是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柳如雪继续道：其实你当时做了那种事，我也没有怪你，因为我后来已经跟你说清楚，我们两个以后没有将来。但是你来到京城之后，竟然对我死缠烂打，你明明知道我是小叶的女朋友，还要跟我在一起，你骗我就算了，你还骗我向叶家索要资源。萧凡，你敢说这些事都没有发生？萧凡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起来，恼羞成怒的道：那些东西是你自愿给我的。萧家的三人此时已经完完全全懵了，他们没想到萧凡在京城做了这些事情，插足别人的感情，还伸手向别人要东西。萧父心里一阵阵的剧痛，他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都给我闭嘴！这个时候你开口。然后看着萧家三人，现在你们清楚了你们儿子做了什么吗？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今天原本是我跟我女朋友的订婚日子，可是你儿子竟然闯入订婚现场，把我女朋友抢走了。你们也是当父母，如果萧凡在结婚现场，女方被一个男的带跑会怎么样？萧父愣了一下，这种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，那肯定恨不得掐死对方。不过现在的情况下，他们肯定不能这样说，毕竟做出这种事情的是他们儿子。萧父只能恳求道：这位少爷，我知道我儿子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这样吧，我给您磕头，求求您放过他吧。说完他就准备下跪，可是萧凡却突然间大吼起来：爸，不要，不要给这个王八蛋下！他这是在折磨你！萧凡闻言愤怒地看着他：你给我闭嘴！你如果老老实实的在学院上学不惹事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萧母这个时候也很失望地开口道：小凡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插足别人的感情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去别人订婚宴上？与此同时，你趁着这一家子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时，悄悄地转过身，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柳如雪：我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，去杀了萧凡的父母，不然你就死！柳如雪看着你那如同饿狼一样的眼神，身体再次颤抖了一下，随即她缓缓向萧父和萧母走过去，你则是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一幕。你倒要看看天命女主杀了男主的父母，男主会怎么做？而就在柳如雪快要走到萧家三人身边的时候，萧凡看到了他，于是他大声怒吼道：柳如雪，你离我父母远点，不然我杀了你！萧家三人也都转身看向了柳如雪，脸色很是复杂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这时柳如雪突然哭了起来：叔叔阿姨，你们可要给我做主了，我如今的样子都是萧凡害的，我的男朋友没有了，我的家人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见到哭得凄惨的柳如雪，萧父和萧母心顿时软了下，他们两个上前一步，想要安慰一下，可谁知下一秒柳如雪突然暴起，猛地从身边的叶家武者身上抢了一把刀，然后狠狠地捅进了萧父的心窝。萧父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大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见这一幕，萧凡疯了，他体内突然出现了一股劲气，直接朝柳如雪冲了过去。不过他还没冲出两步，一道劲气悄无声息地射中了他的头，他整个人倒了下去。这一摔给了柳如雪时间，他猛地把刀从萧父身上掏了出来，然后对准萧母就是狠狠的一捅：去死！你们都跟我去死！这可把萧如意给吓坏了，他直接瘫在了地上。不，你不要过来！柳如雪把刀抽了出来，缓缓地向萧如意走去。可就在即将砍下之时，萧凡的怒吼声突然传来：柳如雪，你该死！接着只听噗呲一声，一把刀从柳如雪的前胸钻了出来。萧如意看到眼前一幕，尖叫一声，彻底承受不住晕了过去，而你则忍不住鼓起了掌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男主的心上人杀了男主的爸妈，男主又杀了女主，真是太精彩了。作为这一出戏的导演，你也给自己点了个赞。这时萧凡用嘶哑的声音嘶吼：小叶，我要杀了你！他举着刀踉跄地向你走过来，但你只是瞥了他一眼，
就把目光看向了刚刚被抓回来的高伟。萧凡下一个就是难道郝老师高伟？二叔杀了他？叶战咧嘴一笑，我等很长时间了。他拔出战刀向高伟走过去，然而高伟却不闪不避，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然后身体力量开始膨胀。叶战见状大惊，怒吼一声：“这家伙是要自保，快躲开！”叶战一把抓住你向后退，眼看众人远离了自己，高伟回头看了一眼萧凡，然后从手中拿出一块巴掌大的晶体，接着用力的向萧凡扔了过去。瞬间，一刀黑漆漆的空间之门出现在萧凡的身后，慢慢的把萧凡的身体吞噬掉。见着一幕，你心里出现一种危险的信号：空间元晶。空间元晶是一种名叫虚空之龙一族的体内晶核，里面蕴含空间之力，珍稀无比。武者可以吸收里面的空间之力，让自己多一道跟空间有关系的神通。除此之外，空间元晶还是一个可以保命的东西，捏碎之后会出现一股空间力，直接把人传送到千里之外。所以高伟这是想要牺牲自己，以此来保住萧凡的性命。小凡，好好努力，不要辜负我的期望。萧凡也回过神来，大喊道：“师傅不要啊，要走一起走。”高伟脸上满是欣慰，接着他转过身，眼神闪过一丝狠厉，然后怒吼一声，猛地向叶战冲了过来。他想要临死前带走叶战，这样就能大大削弱叶家的实力。然而下一秒，一个宝剑大笑的缩形物品猛然从叶战的身体飞出，雷光缩去吧！高伟想要抵挡，但是他现在的能量暴乱无比，根本就用不出太大的力量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雷光梭刺穿他身体，带着他往天上飞去，眨眼间就看不到身影。不一会，一阵剧烈的冲击波从空中传来，就像是12级的台风一样冲击地面。叶战这个时候一脸心疼，费了一个雷光梭太亏了。看到自己二叔的样子，你嘴角微微抽了抽。二叔雷光梭家里还有好几十个。叶战轻咳一声，我这不是节约吗？你笑了一下，刚想开口，这时一个武者突然走过来。少主，那个女孩该怎么办？你看了看萧如意躺在地上，皮肤白嫩，五官精致，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一种清新的感觉。于是你稍微思索了一下，再次开口，把她带上。一个活着的萧如意比一个死了的萧如意更能发挥作用。很快回到家后，你把事情的详细经过给母亲讲了一遍。母亲听完之后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儿子干得不错，这才是叶家少主应该有的气度。只是那个该死的萧凡竟然让他跑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你安慰道，萧凡不过是丧家之犬，但凡让我找到他，一定废了他。就这样，不久后你来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此时一个侍女突然走过来，少主，你带回来的那个女孩醒了。